这一定是值得的，只需要花40多分钟就可以完全的掌握 Logic 最新升级的经典混响器 Q2S， 还能够学会混响的底层逻辑以及每一个控件参数的具体意义和听感上的感受。但是由于知识量太大，所以学习过程可能稍稍有一点枯燥，但是对于想要掌握技能的小伙伴来说，这肯定不是事儿。如果没有时间，那我们就先收藏下来，稍后慢慢的学习，慢慢的观看。好吧，废话少说，直接上干货来吧。我们将 Logic 升级到最新的 11.1 之后，就会拥有这一台经典的混响器了。它的位置自然是在原厂效果器混响这一栏里面。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就看到 Quantec Room Simulator， 就是这个界面。看起来这个界面是综合了这一台设备的原型以及 Logic 的风格。在界面的左上角我们会发现一个 logo， 其实是可以点击的。点击开会发现这一台设备的一个背景简介，我们可以大概的了解一下。开发者 Wolfgang， 他是一个音乐家，也是一个乐手，他会玩音乐，然后也去做一些设备，对空间比较敏锐，所以这一台设备呢，就是他的比较成名的一个作品了。原始的第一台设备 Quantec Room Simulator就是这一张图的一个样子。这台混响器一经推出就大获成功，成为音乐界的新宠，所以顶级的艺人和工程师都非常的喜欢。这边提到一个典型的案例，英国的音乐家 Peter Gabriel 彼得加百列，这可是一个天使的名字啊！对，当然只是天使的名字啊。所以想到天使是不是会很神圣、很空灵、很宏大？所以也很符合这一台设备的特点呢。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听一听这一张专辑。因此呢，我们的 Wolf 先生又对这一台设备进行了2次的升级，升级了更多的算法和更多的可控性，分别在1997年升级版本为2402 Yardstick， 又在2008年升级到2496，所以这是3台设备啊，各有各的特点。下面又展示了一些图纸和设备内部的图片。为什么展示这个呢？其实是苹果公司想要证明一件事情，他们已经收购了 Quantec 的技术。因为沃夫先生在2016年已经离世，那么这就成为一个遗产，如果想要去拥有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幸好苹果公司收购之后呢，那么我们可以继续的使用。苹果公司拥有了它的技术，拥有了这些图纸，它的内部呢就是完全和这一台设备是一样的。这边呢我们需要去说明一件事情，就是按照官方的升级说明来说，是唯一以插件形式重现真实硬件。所以这个2个事情，一个是唯一啊，那么别的公司其实也在做，很早以前就做过，比如说这个 Relab 他们也有这一台设备的一个软件的复刻。唯一不同的是苹果公司购买了它的技术版权的，它的图纸也有，所以苹果公司做的是内部是完全一样的。这边谈到的真实硬件这个概念，硬件呢，是的，这边确实是有一个硬件的物理的实体。说到混响这种类型的效果器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种类型，它不同于压缩器啊、均衡器啊这一类通过电路变压器之类的可以去实现的。我们要想拥有一个和数字没有关系的混响，那除非我们就到一个真实的环境里面，比如说一个教堂，这可以得到一个绝对真实的和数字无关的混响声音。那另外呢，就是像140啊这一类的板式混响，或者是吉他音箱里面的弹簧混响，这些和物理有关，和模拟有关。其他的我们只能是算法或者是采样脉冲，这些都属于是数字产品了。所以混响无论是软件也好，还是有一个物理盒子存在的这种所谓的硬件也好，其实都是数字产品，都是通过某种算法去进行处理实现的。但是它确实是一个算法混响，内部是经过一个处理器去运算出来的混响，现在无非就是用电脑的 CPU 去运算，所以声音理论上是和原始设备是一模一样的。说到这里是不是会特别幸福呢？因为我们现在很难购买到
真正的原始的设备了。那现在苹果公司让我们拥有一个完全一样的，可以说是完全一样的，如果有区别的话，也就是在一些线材以及 ADDA 上的一些区别了。内部的那个声音结构算法都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像这个 Relab 他们生产的就只有一个这个 QRS 啊，没有3台设备。那苹果公司给我们的是3台设备，那么通过点击上面就可以切换了。第一台的原始设备 QRS 是这个颜色的，因为它的原始的产品也是这个颜色的。后面还有一个蓝色和一个颜色偏暗的，所以这边的 Contag Eurostick 就是另外的2台设备就没有分开啊，就是多了一些算法而已，所以这边是等于是2台设备的。QRS 适合做一些原始的房间，声音是比较自然的，比较适合做古典音乐。那么 Eurostick 呢，有更多的控制，更多的设置去捏这个房间，类似于合成器一样，所以它比较现代，可以这么讲。如果是要做古典音乐，那么就用这种方式；如果要做一点现代的或者新潮的或者世界上不存在的声音，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右面的这个 Eurostick 这一台设备，我们这样理解就可以了。当然这是 Logic 的原生插件，我们可以在右上角选择 GUI 的大小，最小 50%， 最大 200%。 我们也可以直接通过拖拽来调整到我们喜欢的样子，矢量图不会因为放大而变糊。另外呢，我们也非常建议大家去浏览一下预设，总共有5组：小房间、中等的房间、大的房间、Classic 比较经典的混响，还有扭曲的混响。这5种大的类型里面有很多种预设，大家可以有时间的话听一下，了解一下它的声音也是不错的。左侧有一个和原始硬件相同的大旋钮 Reverb Time， 我们可以通过它来控制混响的时间，也就是混响的长度，以毫秒或者是秒为单位的。我们来听一下。旋钮的右侧有4个按键，我们先看上面这3个 Phrase 冻结功能，我们点击它可以将混响的声音定格在那里持续的发生，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次点击 Add， 再添加一层冻结的内容，可以多次点击添加多个冻结的内容，一直在那里持续的发生。 Clear 可以清除掉我们所有冻结的混响声，再次点击 Phrase 可以关闭冻结功能，回归到自然的混响状态。这个呢，可以应用在比较有个性的实验音乐啊、电子音乐啊、氛围音乐啊之类的。那么我们怎么操作呢？其实这个是允许我们通过 Automation 控制的。我们来简单看一下。这个 Enhance 按键被单独的区分开，那就证明它的功能是不同的。我们需要了解混响有3种因素构成，第一个叫做直达声，也就是原始的干声。那第二个叫做早期反射，也就是直达声首先遇到墙壁反射回来的那些声音，第一次反射回来的声音叫做早期反射。那接下来呢，它还会反射好多次，或者说是无数次，形成一个混响的尾巴。早期反射呢，可以展示出来当前空间的大小，因为声源离墙壁越远呢，反射回来的时间就越长，如果越近呢，就越快的反射回来，所以它可以证明房间的大小的。那这个 Enhance 呢，我们开启它之后呢，就只保留早期反射的声音，而没有混响的尾巴。它可以做什么用呢？它可以将一个绝对的单声道变成一个立体声，也可以把一个绝对单声道的声音放在一个房间里面，比如说一个卧室里面，没有太多的那个混响的尾巴，可以证明在这个空间里面。为什么需要这个效果呢？因为在录音棚里面录出来的声音，特别是一支麦克风录出来的声音，它是一个绝对的单声道。
但是在自然界中和我们的生活中听到的声音其实不太有这种声音的情况的，因为我们有2只耳朵，所以听到的声音都没有绝对的单声道。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按键制造一种让我们听起来很舒服的声音，或者直接将一个单声道的音频变成立体声。中间这一块屏幕很像一台均衡器的，它其实是一个时间倍增器，有2个频点，低频是500赫兹以下，高频是1000赫兹以上。它可以让我们去选择时间的倍增，左侧会显示倍率，比如说当前的混响时间是1秒，那我们下面把它低频推起来，这边乘10，那么它就是10秒的长度，仅限500赫兹以下。同样高频也可以这样操作。那中间呢，就是原本的1秒钟的混响时间了。它可以做什么用呢？可以让我们去控制混响的明暗度，可以是非常阴暗的深沉的，也可以是非常薄的非常明亮的。由于它是直接作用于混响的反射次数和混响长短的，所以呢，它和直接在混响后面加 EQ 或者混响前面加 EQ 这些技术我们在课程里面都有讲到的，它是不同的，原理是不同的，通过时间倍增器来操作的是更自然的。至于怎么用，爱用哪个用哪个，用均衡器也好，用这个也好，大家可以听一下它的实际效果。好，我们来听听看，我们选择一个比较长的混响，听得明显一点。我们按住键盘上的 Option， 点击这个手柄会回归到原始位置。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右侧的这些控制推杆，无论是 Q2S 还是 Joystick， 它都是多层的，主要的、次要的。Joystick 有3层，主要的、次要的，还有扩展的一些。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 Q2S 的主要的这些控制，无论是哪一台设备，这些推杆都可以通过按住键盘的 Option 让它回归到初始位置的。Room size 是房间的大小，最小1立方米，最大100万立方米，按照乘方的方式计算的，步进的方式2次方、3次方，最大是6次方。由于房间的大小会影响混响的时间长短，越大混响的尾巴都越长，所以我们移动 Room size 的话，会发现左侧的 Reverb Time 旋钮也会发生相应的一些变化。最小的1个立方米就没有太多的时间，所以就打满了。如果空间比较大的话，那我们就有更多的选择，可以设置混响尾巴的更长或者更短。既然现在讨论到混响时间的事情，我们不妨插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就是混响到底要不要计算时间呢？我的建议要看情况，看音乐的风格。如果是一些古典音乐、民谣音乐或者是爵士类的这一类要求在自然环境内部的去出现的音乐，那么我们可以不计算，直接随着感觉来，没有问题。如果是以节奏为主要音乐特点的，例如电子舞曲啊，或者是一些摇滚音乐啊之类的，那我们应该去计算它的时间。那么怎么计算呢？也非常的简单，我们只需要让60除以我们当前歌曲的 BPM 就可以实现的。比如当前歌曲的速度是120，那现在我们可以去除一下60除以120等于 0.5， 也就是半秒钟，也就是500毫秒。现在的结果就是
每一拍的时间是500毫秒，那么我们每一小节就是乘以4，那就是4拍，就是2秒钟。这是120速度的音乐的1小节的时间。那么2拍呢就是2拍呢就是1秒钟。对，那现在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参数去根据这个 reverb time 去调整了。我们想让这个混响要响满1个小节，那就2秒钟啦。如果是2拍，我们可以直接1秒钟就 OK 的。Drum level 是控制原始干声的大小，与之匹配的是 reverb level。如果我们是通过插入的方式来使用混响，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干声以及混响声音来得到一个满意的效果。如果是发送的方式来应用的，混响器被插入到辅助通道，那我们应该将 drum 全部 mute 掉，而是直接应用 reverb level。截止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可以控制房间的大小、混响的长短以及干声和湿声的比例，已经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满意的效果了。那么后面还有非常多好玩的和专业的控制，可以得到非常多的有意思的一些效果。当然我们的视频呢也太长了，希望大家有一点耐心，能够再坚持一下，也可以先点赞收藏，休息一下，稍后再观看也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如果觉得本视频有用的话，也可以分享给更多的小朋友哦。好的，我们接下来来学习其他的一些功能和控件。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reverb delay 这个参数，它可以让我们控制混响的声音距离原始声的一个时间。如果是最短的最左侧，那它只间隔1毫秒，也就意味着我们原始声音出来之后，仅相差1毫秒就会出现混响的声音，这样多少会有一点影响声音的清晰度。如果我们稍微加大一点混响的出现时间，我们会首先听到原始干声，然后再听到混响的声音，这样会大大的提高声音的清晰度。我们来比较一下。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一下，特别像打击乐这种顺太大、点状类的音乐素材，我们要注意不要把这个 reverb delay 调得太大，不然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效果，会严重的影响到节奏，或者会出现一些咔嗒咔嗒的一些乱七八糟的声音，这是不可取的。如果是线状的声音还会好一点，所以要注意这一点。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 reflection delay 以及相对应的 reflection level， 也就是早期反射的延时时间以及这个早期反射的声音大小。这边有明确的标出是第1次反射，但实际情况应该是2-3次，因为我们不可能面对的一个单独的一面墙，至少有6个面，那么这6个面不可能是立方体，不同的形状就会有不同的反射，那至少有2-3次的样子。在常规的混响呢，应该是这个早期反射加上混响声综合去调整的，叫做 per delay。只不过这一台混响允许我们将混响的时间和早期反射的这个时间单独的去调整，并且可以单独调整这个早期反射的声音大小，就有更多的控制，因为它是一个算法混响，调整起来比较灵活。那我们现在可以单独的去听一听早期反射是怎么个声音，我们可以通过前面的这个 enhance 来听到，因为它可以让混响的尾巴更少更短。或者我们直接将 reverb level 给它关到最小，这样的话就没有混响的声音，只剩下早期反射。我们还可以将早期反射声音加大，为了方便听得更清楚。如果是最短的1毫秒，将会出现一些相位的问题。如果太大，就会出现刚才提到的
一些节奏的错乱。当然我们这个都可以去计算出来，包括下面的 reverb delay 都可以去计算出来，按照节奏去出现这种时间的一些有节奏感的声音都是可以的。这个参数可以影响我们房间的大小，因为房间越大就意味着早期反射时间越久，房间越小早期反射就越快，所以这个是可以让我们设置这个声学环境的大小的。根据我们的需要设置好早期反射的时间之后，我们将混响打开，然后调整混响的延时时间，理论上应该要比早期反射稍微晚一点点的，但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调整到比早期反射还要早，做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实验性的混响也是可以的。然后我们根据我们的听觉去调整这个早期反射到底要多少，还是直接不要。好的，我们进入到这一台 Q2S 的次级菜单里面，这边只有一个参数啊，就是早期反射的源在哪里，这边就体现出来为什么是第一次反射，这边就是只有一个面了，左右或者是右左两个选项，那左右就是默认的状态，我们也可以反过来右左，这个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试着在声源的这个原始声音上给它调整一点，这是一台立体声的架子鼓的声音，所以我们先把它靠左一点，在混响前面我插入这个声音。如果是单声道的，那就可以直接调整那个pan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原始声音我让它靠左一点。好的，我们回到主菜单里面，把混响声关掉，只有这一个 reflection， 把它加大一点，方便大家听得清楚。好，稍微延时的长一点。如果是正常的状态，那就跟随着我们的声源，它也在左侧进行反射的。在这里大家需要注意一下，需要用耳机来听，或者是立体声的听音环境才能够听得出来。我们现在试着反过来右左，我们会发现反射的声音会出现在右侧。有时候我们需要在混音中用到这种效果，原始声音在左侧，混响声或者这里的第一次反射是在右侧，做出来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声音，既不影响干声的清晰度，又做出了一个混响的声音。这是控制早期反射的位置的。那接下来我们依然可以在混响里面去体现出来。那最右侧呢，就是输入和输出的电平表，这个就没有什么可操作的，只是观看一下。那截止到现在，这一台 Q2S 所有的功能呢，我们都已经了解到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升级版本 Yourstick 有什么改变呢？做了哪些升级呢？点击这边就可以切换到另外一台设备了。大旋钮 Reverb 它没有变，然后上面的冻结功能没有变，但是下面的变成了一个 mode， 有3个选项，简单的、中等的和复杂的，这个只能选择不能调整。那根据我的听感呢，实际上就是简单的呢只能体现出来这个混响的深度听起来很远。我们来听一下，然后复杂的呢，除了这个深度以外呢，我们左右的一些信息会更多一点。那中等的就是介于这2个之间了。举个例子说明吧，比如说一个大教堂，很深的、很大的空间，
我们站在教堂门口往里面看，有很大的空间，很远，就是这种感觉。选择简单模式。如果选择复杂的呢，我们就好像是站在教堂那个大厅的中间。好，我这么举例，大家应该有所明白了。这个没有可以选择的、可以调整的参数，只能让我们选择，大家根据听感选择合适的就好。时间倍增器这边升级了可以更改频率的一个功能，也就是 X-over。原本是固定的低频500，高频1000，现在可以移动了。我们可以通过拖拽这个手柄，纵向的去更改时间，横向的就可以更改它的频点，也可以在 X-over 这边直接输入，也是没问题的。这个东西应该叫做damping阻尼，也就是控制房间里面的墙壁是什么材质的。假如现在这台架子鼓是在一个不锈钢的墙壁上，一个房间里，或者是澡堂里面，全部都是贴着瓷砖，很光滑的，那么就是这样的声音。如果是在一个用海绵做的墙面，或者是地毯、毛毯之类的很柔软的墙壁，那就是这样的声音。这个也能一定程度的影响声音的远近，因为空气也有一定的阻尼感。当声音传得越远的时候，高频呢也会有很多的一个衰减。这也是为什么不能直接用均衡器去调整的一个原因。好，那如果这台鼓是在一个木质的录音棚里面或者房间里面的，它的低频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吸收，会进行低频的阻尼。低频会变得非常清楚。这就是这一台时间倍增器，其实就是一个阻尼器的一个作用，不能够用 EQ 直接代替，这是从混响的原理上去直接改变的。要首先调整这个，然后再去调整均衡器。稍后我们会提到这一点。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右边的这些推杆有哪些升级呢？ Room size 没有变化，干声和湿声没有变化， Reverb delay 没有变化。好，现在 Reflection 的 level 没有变化，还在这个位置，那作用还是一样的。它左侧这边变了啊，那原本的左侧这个 Reflection delay 它跑到了第2页， Reflection delay 跑到这里了，这个需要注意一下，作用是一样的。那么在这里呢，出现了一个新的参数 Reverb density， 就是密度。好，这边需要注意一下，这个密度有时候是控制 Reflection 的早期反射的，那这里呢，当前这台设备的密度是控制混响的密度的。我们有谈到过，混响有3个元素，一个是直达声，也就是干声，另外一个就是早期反射，第3个是混响声音，也就是混响的尾巴。那么这个 density 密度是控制那个混响声的，不是 reflection， 不是早期反射。现在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密度到底是怎样一个声音。那现在呢，我们将原始的干声给它关掉，也将早期反射给它关掉，只剩下混响的声音，方便我们听得更清楚。10%，100%，加上干声的效果，我们听一下。比较低的密度，声音会非常的清晰；比较高的密度，混响会比较厚重一点。这就是密度的一个声音的听感，和早期反射没有关系。当然，我们最终是需要去调整这个早期反射的。那另外这个值呢，还可以超过100%。这个插件做了优化，因为太多的密度就意味着混响的声音有太多的反射，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相位问题。那么超过100%之后呢，这个插件也可以放心的使用的，做了一定的优化的，没有问题。
如果我们想要一个非常清凉的混响，那就低密度；如果想要一个非常厚重的混响感比较强的，那就高密度。那么在这一页呢，就多了一个密度的控制参数，其他的都没有变化。我们看第2页，现在我们了解这个 reflection spread 早期反射的展开方式。现在我们来听一下它是什么声音。我们将混响的声音关掉，然后把早期反射开大一点，方便我们听得清楚。其实它就是一个靠相位来控制声音宽窄的一个效果了。我们先给它归0，按住 Option， 双击可以回归到初始位置，就是后面的哒哒哒的那个声音，就是早期反射的声音。后面紧跟着的那个哒哒哒的就是我们要处理的声音。那么我们调整一下试试看。其实就是一个立体声加宽的一个设置了，但是它只是针对这个 reflection 进行设置的。如果懂得哈斯效应和立体声展宽的这个技术的话，那这就是很好理解了。那么接下来我要讲的是右下角的这个参数，混响的交互性，其实和这个是一个道理。我们听一下，也是影响到混响的一个宽度问题。现在我们把 reflection 给它关掉，只剩下混响的声音。原声也稍微小一点，听得清楚一点。其实和这个展宽有一定的相似的地方。它都和相位有关系，都是来控制左右声道是怎样交互的，是怎样一个关系，这样可以影响立体声的宽度。也就是这个是控制早期反射的，那下面这个是控制混响声的，这样讲比较好理解。那么在第2页呢，还有另外3个参数 reverb high cut， 还有一个关于贝斯的 gain 和一个贝斯的 crossover。其实呢，这个比较好理解，这3个旋钮，这3个控件，我可以一次给大家去讲明白。Reverb High Cut 其实就是一个高切的滤波器，这个就真的等于是一个均衡器了，管高频的。如果前面的这个时间倍增，也就是这个阻尼器，经过调整之后还不满意，还想进一步调整，那就是在总输出的地方再加一个均衡器了。就是控制高频的一个高切。我们来听听它的声音。现在把干声关掉，对，加上干声的。好，这样的话可以让混响的声音和干声区分开，让它更遥远一点，更有深度。控制高频的高切，最低可以切到2500赫兹。然后这是控制低频的，就是一个低频的一个均衡器了。那 crossover 就是选择低频的截止频率，比如说现在是以40赫兹为一个截止点的。然后我们可以调整到最高是1000赫兹，那么1000赫兹以下的信号将都会被上面这个 bass gain 进行增加或者是衰减，这样讲比较好理解。现在我们在250赫兹以下的位置进行8个 dB 的提升，就是这个意思了。这是针对于混响声来说的，不是干声哦，这是混响声。这是没有任何影响的，这是干声的声音，这个是针对混响声来说的。所以这3个推杆比较好理解，一起来学习就好了。贝斯的低音的一个控制，增益和衰减，频率截止点可以选择。
然后是高切，就这么简单。好的，大家稍稍坚持一下，我们马上就要学习完了。现在进入到第3个扩展的菜单。对，这一台 Joystick 比较丰富一些，有好多个设置，有4个选项。Dry Source 也就是干声的源是怎样的，可以是左右，也可以是右左。我们来听一听为了听的方便，我们把混响声和早期反射关掉。大家注意一下军鼓的位置，原始的左右位置，军鼓会偏左一点点。反过来之后呢，军鼓会偏右。其实就是左右声道的一个互换了，这样讲好理解。那么上面是原始干声的一个信号源的结构，那下面 reflection 自然就是早期反射的那个左右声道的一个选择了，左右或者是右左。同样比较好理解，早期反射给它打开一点。我们把干声关一下，看看会不会听得清楚一点。对，就是早期反射的左右声道的一个互换，非常好理解。那右面还有2个左和右，这个呢其实是2只虚拟的麦克风，一个录制混响声音的那个麦克风，它是针对混响声来进行调整的，原声的话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好，这个是没有用的。那现在我们将混响的声音打开。就等于是2只麦克风，它的位置是怎样的，可以这么去理解。比如说我们把它设置到相同的位置，那个混响声会变成非常窄的42。好，让它稍稍错开一点点，会变宽。如果错开的位置越大，那就越宽。就是麦克风的位置了。我们除了可以调整2只麦克风的相位差以外，当然也可以通过这些参数来调整麦克风和声源的距离。比如说参数越低，那听感就越近，离声源的距离就越近。听听看。如果是大参数的话，那就听起来有更大的空间。好，下面还有一个 Subsonic， 那这个呢要注意一下，如果把它打开的话，现在是点亮的状态，它会将所有的频谱都会进行展示，会有一些超低音，甚至听不见，但是它存在的声音。那所以这个 Subsonic 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大家可以这样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在一个自然的环境里面，例如说音乐厅或者是 Live House 这种，我们有可能会只听到低频切除到40赫兹以上的频率吗？或者说在这个环境里面就只有这些信息吗？肯定不是的。除了我们听得到的20赫兹以上的所有频率那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频率都有的。这个环境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不但要通过听觉来听到这个声音，有时候还会通过一些骨骼的共振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一些信息的，它也是有存在的意义的。所以这就是 Subsonic 的存在的意义了。如果想要模仿一个更加自然的一个环境里面要一些低频信息的，那就启动它了。当然它会占用一定的能量空间，可能会导致音乐变糊，响度上不去之类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就把它关闭掉就好了。终于现在我们讲完了这2台设备 QRX Joystick 所有的控件以及每个控件对声音产生的具体影响，具体的听感，大家应该可以调整出自己想要的一个声音。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从零开始直接调整，因为它是算法混响嘛，你怎么调都没问题。也可以首先调用一个预设，然后在预设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好的，大家稍稍坚持一下，我们再了解一点其他的信息。刚才所有的学习是基于立体声版本的，当然也有单声道版本，比如当前有一个单声道的轨道和一个单声道的音频素材。那我们可以在里面去选择单声道的版本，也可以选择 mono to stereo 的单声道到立体声的版本。立体声的版本各种控件都存在，那单声道呢就会少了一些控制的一些信息， mono to stereo 的会稍稍多一点点，也就意味着其实这种单声道的或单声道到立体声的版本其实更好操作。那另外呢，这个混响器是零延迟的，可以应用在直播或者是现场演出。怎么样？有没有很累？应该是累并快乐着吧？对，我就是这样。有没有遇到一些之前忽略掉的知识和信息呢？希望本期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也希望大家能够点赞、支持、转发本视频，让更多的小伙伴了解到我们的频道。大家的支持和转发也是我继续的制作内容的绝对动力，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我是科菲姆的张小七，我们下期再见，拜拜。